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被猎头挖到新公司第2个礼拜就被通知解除劳动合同 ，HR 连装都不装了。本来也没打算要你，只不过是帮张总个忙而已。张总是我原公司老板，我跟了他10几年，万万没想到，为了不给赔偿，阴了我一把。可惜他算盘打错了。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跟着张强干了10几年，从5、6个人的小公司到现在300多人的规模，我也从基层一步一步地干到了市场总监。张强的儿子小张总从美国留学回来，打算开始接班，所以我们这些老家伙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。小张总下手狠辣，从体制内聘请退休了的老经侦任命为公司合规总监。刚开始说要审计，就兵不血刃地吓走了财务总监和采购总监。老经侦真的有2把刷子，所有人的问题安排得明明白白，自己不体面，公司就帮他们体面。轻则退赃赔款，重则进去吃牢饭。小张总也顺利地把自己的人安排进了核心决策层。见识到小张总的心狠手辣，杀伐决断，一时间公司人人自危。我找到张强，想着让他出来制止一下小张总，省得到时候鱼死网破。这些高管哪个人手里没点公司黑料？张强却对我说：“老伙计，我们这些人适应不了当今社会了，还是放手让年轻人去干。”我秒懂老张总的意思，小张总要接班，我们这些老家伙成了他的拦路虎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不需要老张总把话说明白。我也在清洗名单里，与其等着，还不如主动一点。没问题，张总。我在公司干了15年，你给我赔个16个月工资就行，算下来也就60多万。这些年给我的期权也得有个30万，加起来90万。张强脸色马上就变了。90万，你也真好意思开口？法律规定的，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张强马上就开始跟我讲我们这么多年交情，而且其他几个人走了也都没有拿1分钱，我丝毫没有退让。你既然让你儿子做得这么绝，我也没打算当好人。张强看我软硬不吃，只好说：“那你就好自为之。Michael 做事很极端，你能承担后果就好，我又不是被吓大的。”说完，我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他的办公室。小张总动作很快，不到2天，公司就发出通知，市场部分为直接客户管理和代理商管理，我负责直接客户，小张总的海归同学负责代理商管理。其实我们的重点客户也都是通过代理维持的，这么操作无非就是把我从核心决策层赶出来而已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小张总有能力又有手段，几个老人不到几个回合就被他清理出公司核心决策层，而且名义上都是合法合规。差不多又过了1个月，他们连中层会议都不让我参与了，我完全成了一个公司闲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家猎头打电话推荐我去了下游行业规模小一点的企业，薪水增加了30%，也有期权。我思考了1个礼拜，觉得与其在原公司浪费时间，还不如早点跟过去告别，去新的天地创造新的辉煌。于是我主动提出辞职。张强还假惺惺地说：“老伙计，实在舍不得你走，但是有新的机会，我也不好拦着你发财。”我听得恶心，办理完离职手续就离开了。到了新公司，我马上就找总经理了解公司战略以及公司的销售策略。可惜总经理告诉我，
不着急，先熟悉一下公司环境。找了几个市场经理，他们也都三缄其口，对交接工作的事情讳莫如深，总感觉不太想跟我这个新来的市场总监交流。正当我觉得不对劲的时候， HR 就通知我，没有通过试用期，马上终止劳动合同，按照国家劳动法相关规定赔偿2个月工资。我觉得不可思议，都没有开始工作，怎么就没有通过试用期？于是我打算找总经理了解一下真实情况。谁知道 HR 经理直接拦住我，白总，你也别费劲了，找谁都没用，本来就没打算要你，只是为了帮张总他们一个忙而已。看来是张氏父子的杰作，果然够狠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这家公司为虎作伥，但是我没有直接证据，人家赔偿2个月工资也合情合理。于是我收拾了一下东西就离开了。回到家，我打电话给老张总，张总，好手段啊，这么着就想把我打发了？张强装作不知道，还跟我打哈哈，你可不能血口喷人，当初要走是你自己提的，我这里有你的离职申请。我也懒得跟他废话，这种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张总，你也知道，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，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。如果有些人靠着国家挣钱了，又不老老实实给国家缴税，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跟着他10几年了，他的私下勾当，我多多少少都会了解一些。果然，这句话的威慑力相当大。张强停了一下，问我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我不用猜，也知道他开始录音了。不怎么样，只是想当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开个价吧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张总，请不要用你那套侮辱我。张强停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：“这样，老白，我也退下来了。明天你和 Michael 聊吧。我估计小张总就在他身边，而且应该已经有了对付我的办法。见面就见面，我还怕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不成？”于是约了第2天去一个饭店包厢谈。小张总果然直接，见我面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给你开个价，50万，我们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你以后也不要乱说话。”小伙子果然比他老爸厉害，来了1个多月，就能让财务总监和采购总监屁都不敢放地自己离职，把其他老人排挤出核心决策层。看来去美国这书没白念。抱歉，我不是为了钱。跟聪明人打交道有个好处，就是说话点到为止就可以了。我这句话他很快就领悟了。白总，知道你不是为了钱，这样吧，我现在转给你50万，就当你在我公司的顾问费，我们之间的事情就过去了。小张总自作聪明，太小看我，留下转账记录，加上昨天的通话录音，我这敲诈勒索可是跑不掉，所以小张总打算给我安排10年的牢饭喽。小张总见我识破了他的计谋，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。白总，我地库后备箱有50万现金，你可以拿去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有任何转账记录，你看怎么样？那不行，我不要封口费，我只要我该拿的裁员赔偿。好的，这些钱你就当是赔偿吧。可以，这些钱说明白，我的裁员补偿。小张总点了点头，是的，拿了钱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小张总够意思，那么麻烦把这份裁员补偿合同一签。我说完就拿出来早就准备好的补偿协议。小张总愣了一下，还是签了。我拿了协议，到停车场拿了钱，然后就回家了。刚出饭店的门，就接到了财务总监电话：“白总，千万不要收他们的钱，他们已经把这几年偷税漏税的钱不缴了，而且还交了罚款。可惜
电话就晚了那么一会儿。我看着副驾驶上的一袋子钱，陷入了沉思。看来小张总真的是下决心把我送进去了。我本来以为手里有他们偷税漏税的证据，他们不会主动报警，而且我拿的是裁员补偿，属于双重保险。万万没想到，小张总早就主动补缴了欠的税款和罚款，而且财务人员也换了，反倒是以前的财务总监有可能要吃官司。难怪我找到张强谈高管手里有黑料，可能会鱼死网破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着急。财务总监继续说，我也拿偷税漏税的事找小张总谈了，人家根本不理，直接让我去举报。幸亏公司之前的法务告诉我了，要不然我估计自己已经开始吃牢饭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我只能希望张强稍微顾及一下10多年的交情，可惜事与愿违。刚挂电话，警察叔叔的电话就来了。白小川，我们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，有一起敲诈勒索案件需要您配合调查，请您来一趟。我是没想到张强父子俩居然这么决绝，于是我开车向公安局方向驶去。小张总毫发无损的就把我按到了公安局，经侦的几位警察叔叔也不跟我绕圈子，直接告诉我们有你收钱的录像，也有你和张总的通话记录，你直接交代吧，不要做无所谓的狡辩了。原来我去车库拿钱的时候，他在车上装了录像装置，偷拍了整个过程。我赶忙拿出那份赔偿协议，警察叔叔摇了摇头，张强已经告诉我们，他们被逼无奈签了这份协议，要不然你就要举报他们。我终于明白，从始至终我都在小张总设置好的陷阱边上，只要我去要我的赔偿，就会掉进去。而且他们偷税漏税的事情也已经补缴了税款和罚款，其实根本不会害怕我去税务举报。我是真的没想到，为了整我，他可是花了心思，下了血本，而且根本没有给我留活路。我也能理解财务总监和采购总监为什么下的话都不敢说，估计也是见识到了小张总毒辣的手段。保命要紧，我只能先保持沉默，请了我的律师朋友王浩来帮忙。第二天，王浩就签了代理协议。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老白，你糊涂啊！这么明显的陷阱你看不出来？谁知道这父子俩这么狠？”王浩无语地看着我，勒索50万属于数额巨大，起刑10年。要不你去找张家父子，出个谅解书。王浩看我还在开玩笑，直接白了我一眼：“大哥，人家算准了要对付你。”王浩说到一半停下来了。哎，不对呀，按理来说又没有深仇大恨，他们也不至于这么狠啊，为什么非要置你于死地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真的因为我要他50万，他感觉要他命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找他们协商一下，看也没有可能出一个谅解。不过你做好准备，你这个指定是实行了，自己有个心理准备。说完，王浩就走了。王浩走后，我一个人在拘留室里一直在思考，小张总可能只是为了不花钱开掉我，而且他们猜测我对他们没有危险了，为什么还要下死手？第一个可能原因，杀鸡给猴看，让其他人老老实实自己走人。但是这个假设不成立，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被收拾的高层，其他中层一下就算动也不会出问题。第二个原因，我会影响到他们挣钱。我想了想手里的证据，偷税漏税已经补缴了税款和罚金，还有其他什么把柄在我手里。如果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把柄，我不可能不知道，那么这个把柄可能是我还没有意识到，但是他们觉得风险太高，
所以才费尽心机把我摁死在监狱里。到底是什么事呢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出来，找这一对无耻又心狠手辣的父子复仇。正当我还在绞尽脑汁思考的时候，警察叔叔又提审我了。白小川，现在证据确凿了，就算没有你的口供，我们也能移交检察院了。警察同志，我说了自己是被冤枉的，小张总给我的钱是裁员赔偿的，他们和另外一个公司串通，把我挖过去，然后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把我赶走。你们可以去问那家公司，我们问过了，他们说是你的能力不能适应公司岗位要求，并没有你说的恶意规避裁员。就1个礼拜，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安排，就知道我的能力。警察同志，你信吗？白小川，这件事情跟你敲诈勒索没有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？他们逃避裁员赔偿，我是去要我的赔偿款，他们也在赔偿合同上签字了，我拿的是裁员赔偿，并没有敲诈勒索。人家说的非常清楚，你威胁别人不签的话就去举报，这是非常典型的敲诈勒索。我不说话了，我要等王浩帮我去阅览卷宗，还有我也需要王浩帮我去查清楚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阴谋。王浩来见我了，看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我不由打趣，拿到张氏父子的谅解书了。王浩没好气地说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，人家拒绝见面，而且放出话了，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。那你这个律师我不白请了吗？别贫了，现在最好的出路就是认罪退赃，争取轻判。但是你这个50万，起刑就是10年，就算轻判也得有个5年。我看王浩真的是着急了，就慢慢地说，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消除我的敲诈勒索罪行？首先得有证据表明他们的确串通起来恶意裁员。其次，你拿的那个钱是张氏父子同意给你的裁员赔偿，你没有任何勒索的信息传递给他们，但是他们串通起来裁员，这个证据很难拿到。我翻看了第2家公司 HR 的笔录，列举了你的一些不符合公司任职要求的事例，而且人家给了2个月赔偿，也符合劳动法。现在已经是刑事案件了，如果做伪证，需要承担什么后果？王浩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，明白了。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怎么解决？算了，不逗你了。跟小张总见面的时候，我留了个心眼，录了音。在来自首之前，我已经发你邮箱了，你自己也粗心，不看我的邮件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让我出去搞清楚两父子到底想干嘛。王浩一听，想站起来打我，但是看了看旁边的民警，暗暗地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我就说，你小子现在这样了，还这么贫，原来已经成竹在胸了。那你不早说，自己待这里干什么？我跟张强这个老狐狸打了10几年交道，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不留后手，哪敢跟他叫板？我多待几天，就是想搞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。这次肯定不会让他轻松的，好吧？看你还挺喜欢这里的，那就再多待2天。得，也没有多想待，你想办法先办个取保。我一定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下死手。就现在这个情况，反诉他们诬告罪也估计成功不了。我一定要知道背后到底有什么事情，才有办法把他们反杀。王浩点了点头，你也别着急，先洗清自己的罪名，再想着报仇吧。多年的老友，王浩很清楚我的意思，也知道我属于那种睚眦必报的性格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，等我好消息。说完，王浩就离开了会见室。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过了2天，我就取保了。王浩拿着一根树枝在我身上扫了一个遍，
又说带我去洗个桑拿，把晦气都扫走。我还没上王浩的车，张强就打电话过来：老伙计，我觉得咱们之间是不是有点误会？方便见个面，当面说清楚吗？ Michael 做事情没轻没重的，我已经骂过他了。我疑惑地看着王浩，王浩冲我点了点头，于是我就一口应下了。刚挂了电话，王浩就说应该是公安局的人传唤他们了，了解到了我最新提交的证据，也知道你出来了，估计高人已经给他分析清楚了，这个事情并不能把你怎么样。我猜了一下，小张总高薪聘请的退休老经侦，对于证据的把握和形势的判断肯定没问题，估计也警告过他们不敢乱来了。我又问了一下他怎么把我弄出来的，原来王浩炸了一下那个 HR， 说是我录音了，而且查到他账户上多了一笔钱，如果拿封口费做伪证，起刑3年。那个 HR 吓得竹筒倒豆子一样的交代了，新公司跟张强属于上下游关系，张强是他们的大客户，于是就找了他们帮忙把我弄走。他们老板本也觉得这件事缺德，本来是拒绝的，但是经不住张强威胁不给他们业务，于是只能配合张强。那个 HR 已经吓得辞职了，毕竟1个月几千块，听说3年牢饭，玩什么命啊？你这也不合法呀！我又开始打趣了，小心告你恐吓，还得我去捞你，就不应该把你弄出来，多待几天就不嘴硬了。王浩有了那个 HR 的录音，最重要的是跟小张总见面的录音，加上小张总签的赔偿合同，算是证据链比较完整了，提交给公安局，马上就办理了取保候审。不过你也别得意，现在的证据只能证明你主观上不是敲诈勒索，嫌疑并没有完全排除，还需要去调查取证，才能最终还你清白。张强既然打电话找我，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送我进去。上一次鸿门宴回来就被摁了，这一次估计也是个鸿门宴，只不过是从小张总换成了老张总，小的凶狠，老的阴险，都不好对付。不过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摸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再见到张强，他居然一点都不尴尬，他拿起酒杯一口干了。老伙计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放纵小兔崽子胡作非为，给你道个歉。好家伙，这两父子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玩的叫个溜啊！这种虚与委蛇的把戏，在我一个干了几十年销售的人眼里，真的是小儿科。我也应付道：张总，我们也是10几年的关系了， Michael 是晚辈，做错事情，我们当长辈的自然该体谅一下。老张眼圈都红了，谢谢老伙计，我已经让 Michael 离开公司了，我应该早点听你的，不能让他乱来。这老狐狸又在搞什么鬼？自己儿子不接班了，难不成为了搞定我，把儿子也牺牲了吧？老伙计，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去撤案，给你的50万也不追究了，你要求的期权折现都给你。我一度怀疑我的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，原来打死都不接受的事情，现在居然这么心甘情愿。而且你撤个毛线案，公安局已经拿到我的证据了，但是这次我可不敢要钱了，上次的亏还历历在目。老张，咱也不玩虚的了，该拿的我也拿了，不属于我的我也不会拿，咱俩的事情就这样过去吧，痛快。老白，我自罚3杯，这事就过去了。说完，他直接喝了3杯酒。他的这一番神操作，搞得我有点不知所措了。不过，我也不想继续陪他演了。老张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不妨直说，大家都是老熟人。你这样累不累？张强似乎下了半天决心，
然后悄悄在我耳朵说了几句话。我听完想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明白，快10年前的事情了，张强为什么搞出这么大的阵势。回到家，我打电话给了财务总监，他知道公司很多内幕，对张强也是恨得咬牙切齿，毕竟10年套餐也是给他准备了的，所以他暂时跟我属于统一战线。我问他，你还记得10几年前我们在江村工厂土地的事情吗？当然记得了，低价拿的地，当时转卖的时候，张强可是赚了一笔。最近我也听说有村民去起诉了，但是缺乏证据，所有的东西都在张强手里。据说张强当时伪造村民的签名和村委会的公章，才把这事办成了。政府的失地补偿大部分进了张强的口袋。匆匆挂了电话，我找了半天，才找到张强悄悄告诉我的那个 U 盘。打开看了一下内容，终于完全明白了张家父子为什么想把我弄进去。可惜他们弄巧成拙了，这个事情我压根就没有印象了。要不是张强今天告诉我，可能我也想不起来，也不可能像他们想的那样去举报。就算我想起来了，他要是不这么折腾我，我都拿了钱，压根也不会去想着去报复，也不可能搞清楚 U 盘里的信息，或者压根不会去看。或许某天搬家的时候就遗落在某个角落。当然，我也能理解，这属于诈骗，非法侵吞集体国有资产，如果抖出来，可不像偷税漏税，不缴一下税款或者交点罚款就能没事的。看完后，我备份了一份给到王浩，有了这个免死金牌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于是打了个电话给张强，老张，东西找到了，你想要的话就去上次见面的饭店包厢，我大概半个小时后就到了。张强见到我以后变得毕恭毕敬，小张总在门口站着，看我来了，叫了一声白叔，里面请。现在知道叫白叔了，你爸不是说你离开公司了吗？咋又回来了？我嘀咕了一句，没有理会他，脸色白一阵黑一阵的，进包间就坐下来了。张强，你想录音或者录像随便，再去告我敲诈勒索也请便。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需要给张强他们面子了，说话也完全不客气了。两父子马上拿出手机放在桌子上，不会，怎么可能？我们也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你看你有什么条件，能做到的我们肯定尽力配合。老张明显有点惶恐了，毕竟谈不拢，钱吐出去是小事，诈骗可是个大事。想起要是自己如果没有多留个心眼，此时已经吃上了白菜豆腐汤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就气得不打一处来。很简单，第一个要求，取消和开除我那家公司的所有合作，先收拾外围的小卡拉米。出口气，老白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正式通知他们取消所有合作了。要不是他当时煽风点火，我们也不会这么对你啊。张强满脸堆笑，我不由得一阵感慨，跟张强这种人合作，那家公司的老板眼睛有点瞎，不过也活该，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，倒闭了最好。第一个要求简单，第二个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的第二个要求就是你们把公司注销了，然后按照正常赔偿流程对已经离职、现在在职的员工进行赔偿，当然也有我的那份。老张直接愣在原地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往下掉了。老白，没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吧？做得绝？你想把我送进去的时候，也没有觉得自己做得绝吧？我说完，老张不吭气了，一直在那边搓手。还是小张够狠，直接跟我说，白叔，可以，我明天就开始注销手续，赔偿金按照你说的去办。还是年轻人爽快，你们把这个事情做完，
我们再见面，到时候该给你们的东西就给你们了。张强气得脸色发紫，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。毕竟是他一辈子的心血，虽然我相信他们会新注册公司，但是进政府采购名单、工商变更、合同变更也没有那么容易。希望他们自求多福。小张总也没有说什么，低着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当然，我压根不在乎，当年的这笔钱也算是救了公司的命。我也理解张强当时铤而走险，当时他也担心村民闹到公司或者他家，让我保管了。后来时间久了，大家都忘了，而且又没有人追究。估计最近村民开始起诉了，他才想起这个事情。两个人像是斗败的两只公鸡，要是他们只是黑我裁员赔偿，我可能到此为止了。但是想让我进去，这个绝对不能忍。我交代完就离开了饭店。过了几个月，小张总打电话给我，白叔，公司注销完毕，都按照法律程序走的，员工也都是自愿签字的，以前走的老员工的赔偿也都发放到位了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我知道他们新公司也应该差不多弄好了，但是这几个月估计忙得够呛，而且致命的把柄捏在我手里，心理压力自然也大，估计这几个月也睡不好。我到了约好的地方，老张和小张恭恭敬敬地站在外面，看见我下了车，他们赶忙迎了过来。到了包间，小张很客气地说：“白叔，您要求的我们也都做完了，您看方便把东西还给我们了吗？”这小子原来挺通情理的嘛，以前心狠手辣的样子也不见了。那只是我的第二个要求。我故意停了一下，老张那个老狐狸马上就急了：“老白，说话得算数啊，哪有你这么搞的？你还知道说话要算数？这样吧，我的第三个要求就是把你新注册的公司再去注销了。”老张噌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，眼睛瞪得很大，盯着我，像是要把我吃了一样。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业务都转到新公司了，你们没什么损失，我心里不平衡啊。小张让他爸坐下，然后跟我说：“这样，白叔，新公司给你10%干股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也是我们能做出的最大诚意了。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，不要跟这种心狠手辣的人共事，他时时刻刻都会想着怎么整死你。抱歉，我没有任何兴趣跟你们共事。”老张终于忍不住了：“老白，看来你是要赶尽杀绝了，信不信我跟你鱼死网破？鱼死不死不一定，你的这张网十有八九是要破了。”我盯着张强继续说道：“信不信我明天就把所有资料交到公安局？”还是小张反应快，拉着他爸，像是想确认一样的问我：“你确定我们注销了公司，你就肯善罢甘休了吗？这是你最后一个要求了吗？”我只能告诉你，现在是，至于过几天，我也不确定。张强还试图挽回一下：“你要再这样，我宁可去自首。反正事情都是我做的，我进去了 ，Michael 可以继续运营公司。”我回头看着小张总，这小子果然够狠，居然没有说话，看来并不想拦着他老子去自首，或者有可能背地里怂恿他老子自首。老张可能给小张提供了一个思路，不过这种喜闻乐见的狗咬狗我又没有损失，尤其是小狗咬老狗，我多少有点更加期待。你随意。说完我就离开包间了。老张的骨气也只是坚持了半个小时，我还没回到家，他的电话就来了：“老白，你无非就是不想让我们做生意，可以，我尽快把公司卖掉。”看来他也没有准备好进去吃牢饭，我看也折腾得差不多了，就告诉他，如果真的把公司卖了，咱就一笔勾销，
张强听了，也好像壮士断腕一样。好的，给我1个月。老张挂了电话，小张电话又来了。白叔，我爸打算自首，我也不用怕你了，不如大家商量一下，你开个价，大家无非是想挣钱而已，一拍两散，对你也没有好处。这小子果然更狠，必要的时候连老子都可以出卖，但是还来上次那一套，电话录音加收钱视频。Michael 啊，这样好了，也不为难你了，把公司卖了，这事就两清了。不可能，你去举报吧，我让我爸进去坐牢，反正公司也要交给我，赔完钱我继续做生意，你能得到什么？我挂了电话，把刚才小张的电话录音发给张强。当时他劝我们都老了，需要 Michael 来接班，现在接班的来了，而且接得很彻底，不知道他作何感想。大概过了几周，老张打电话说他把公司卖了，这次真的把小张踢出公司了。这次我相信他是真的，毕竟老张这种人永远会考虑自己的。我笑着说，好的，我们见面，我把 U 盘交给你。不到半个小时，老张就到了见面的地方，我把 U 盘递给了他，他又确认了一遍，这就是之前给你的吗？是的，不过我拷贝了一份，交给了公安局。你已经举报了吗？你怎么说话不算数？你个王八蛋！我点了点头。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，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，同时我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。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看着张强瘫在地上，以及外面传来的警笛声，我离开了包间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